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中国北方，烈日炎炎，骄阳似火。土匪杨明远牵着儿子的手，走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。如今的他已经厌倦当土匪时那打打杀杀的日子，这次回乡是为了收起不良秉性，重新做人。路上，父子俩看到一户办丧事的人家，抬着棺材从面前走过。按照以前的说法，路上遇见棺材即见官见财，寓意升官发财，这是非常好的征兆。刚到村口就撞见了自己的哥哥杨明善。在杨明远当土匪的这些年，哥哥当上了镇长。此时杨明善手捧着一碗童子尿，因为听说童子尿包治百病，所以他刚才从李财主家求得了一碗。兄弟俩久别重逢，哥哥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质问弟弟：你回来做甚？你是被赶出去的土匪，还回来做甚？回到家后，杨志远便把当土匪抢来的铜板扔在桌上。杨明善直言这是不义之财，村里人谁不知道杨明远是土匪出身？因为他这个无恶不作的弟弟，身为镇长的杨明善也遭受不少非议和白眼。面对哥哥的数落，杨明远心平气和，他告诉哥哥自己这次回来想找块地开个棺材铺，积德行善，讨个好报应。因为哥哥是镇长，找块地不是什么难事。结果哥哥当场拒绝，表示在杨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货色，直言我不是你的镇长。听到这话，杨明远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儿子，杨明善的脸顿时僵住了。他知道弟弟是在嘲讽自己没有儿子。回来后的杨明远还是那副土匪作风，哥哥不给他找地，他就自己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未经哥哥同意，直接一把火烧出一块地。杨明善看着熊熊大火，既着急又无奈。杨明远告诉哥哥，等到自己的棺材铺开张了，穷人的棺材自己一个子儿都不会要。说话间，杨明远提起自己的初恋豆瓜。从哥哥口中，杨明远得知豆瓜嫁给了屠夫胡维，如今女儿也跟自己儿子一般大了。听了这些话，杨明远心里不是滋味。虽说胡维有了个女儿，但他却不满足，为了生儿子，他没少数了豆瓜。豆瓜也明白胡维的心思，他只看女儿。两人正准备干活时，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，原来是杨明远来拜访他了。豆瓜透过窗户上的小孔看到了当初的爱人，豆瓜内心百感交集，他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杨明远。可现在的他已经成家，没有办法跟杨明远见面，只能将这份感情压抑在心里。很快，杨明远要开棺材铺的消息传遍了村子，为此他特地给全村人发去请帖。可开业那天，一个道贺的人都没有出现。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女儿走过来，杨明远刚准备上前送个馒头，没想到对方却跟见鬼似的跑了，唯恐避之不及。见此情景，杨明远失望至极。他没想到，在全村人眼里，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土匪。杨明远索性关上了大门，自己给自己搞了场开业仪式。直奔西天，不愁吃穿，积德行善，来年多还。在自顾自地念了段词后，杨明远的棺材铺算是正式开张了。另一边，李财主和胡维合计着再搞杨明远一波。10年之前，杨明远还是李财主家的长工，胡维看上了杨明远的恋人豆瓜，就联合李财主一起将杨明远赶出了村子，自己则霸占了豆瓜。杨明远走投无路之下，选择去了山上，落草为寇，烧杀抢掠，成了臭名昭著的匪首。如今他回来了，两人心里都有些不踏实。胡维担心豆瓜再次被抢走，李财主则看上了杨明远那些打进来的财物。对这些事情，杨明远一无所知，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善行，给乞丐施舍钱财，甚至还主动将做好的棺材送给有丧事的人家。谁知人家一看到杨明远，转头就关上了门。杨明远有些无奈，扔下2枚大洋和棺材后，径直离开了。隔天一大早，人家就托杨明善将大洋和棺材又都送了回来。杨明远知道人家是嫌弃他这个土匪做的棺材脏，苦闷的他独自跑到了旷野上，通过歌声来发泄内心的情绪。落日映红了天边，杨明远唱着唱着就把豆瓜给唱来了。他不敢相信自己日思夜想的人竟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，激动的他跪在地上抱住了豆瓜，接着扛起豆瓜，就像年轻时候那样唱着嘹亮的歌曲，一路走过漫山遍野。两人都很清楚彼此都还爱着自己。第二天，杨明远来到胡维家，直接挑明了目的，让胡维把豆瓜还给他。胡维笑着问杨明远：你不会杀了我吧？他知道杨明远这个土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自己一旦拒绝，很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。可杨明远已经改邪归正，杀人这种事他是万万不会再做了。知道杨明远没有办法动手，胡维直接将其赶出了家门，告诉杨明远：我早知道你会来，我不怕你。杨明远前脚刚走，胡维就将气全都撒在了豆瓜身上。他将豆瓜绑在桌子上，头朝下，
抓着豆瓜的脑袋，将酒强行倒进嘴里，说这是一个生男孩的土方法。豆瓜被折磨得痛不欲生，回去后的杨明远憋了一肚子的火，按照他以往的脾气，早就血流成河了。可如今的他必须忍下去，既然答应要做个好人，那就要贯彻到底。这天，李财主家的儿子和胡维家的女儿玩起了过家家，男孩模仿着大人的动作，将女孩按倒在地。胡家佣人刘妈看到后，连忙上前制止，狠狠捏了他一把。男孩哭着跑回了家。刘妈的这一捏伤到了男孩的下体，现在连尿尿都成了问题。李财主双目含泪，自己50多岁才老来得子，以后还指望着他传宗接代呢，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思来想去，李财主始终咽不下这口气，他要让屠夫胡维也尝尝苦头。夜里，他直奔杨明远的棺材铺，找到了睡在棺材上的杨明远。他担心自己找胡维和豆瓜复仇会惹来杨明远，直接告诉杨明远自己儿子扭扭肿了，他打算跟胡维干架，希望杨明远不要管这个闲事。杨明远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，表示自己绝不插手，还劝李财主要多多忍让。李财主已经上头了，只当杨明远的话是耳旁风。当晚，李财主纠结了一批打手，抄起家伙，怒气冲冲地直奔胡维家。正在折磨豆瓜的胡维听到外面的动静后吃了一惊，赶忙披上衣服查看，刚一露头就给吓了回去。李财主指挥打手们对着胡维家一顿乱砸，胡维家被搅得鸡飞狗跳。杨明善这个镇长出来说话也没有用，胡维只能在屋里看着，干着急。豆瓜把胡维推出去解决问题，没想到又溜了进来，反而将豆瓜推了出去。最后还是刘妈跑出来跪在地上跟李财主求饶，才没有酿成悲剧。这件事情也以刘妈被解雇而告终，但两家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杨明远担心豆瓜以后会受到伤害，于是他下了血本，打算将豆瓜从胡维手里买回来。胡维却一脸无所谓的表示自己还要留着豆瓜，给自己生个有牛牛的后人。看到对方态度坚硬，杨明远直言自己让伙计给他做副棺材。胡维也没有再怕的，言语里满是讥讽。杨明远只好收拾起桌上的银两，临走前他警告胡维别逼自己再回黑道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隔天，胡维骑着骆驼外出送货，在经过李财主家时，他跟李财主道歉。李财主好心提醒这世道不太平，让胡维从小路走。胡维听信了李财主的话，走了小路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胡维就狼狈地逃了回来。原来李财主指的那条路上都是土匪，自己的货物和帮手全都没有保住，要不是他跑得快，怕不是命也要丢在那里。听到胡维的遭遇后，李财主笑得合不拢嘴，从早笑到晚，整天都在幸灾乐祸。殊不知两家人的仇恨更深了。胡维遭劫后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派手下找到镇长，让他给弟弟杨明远捎个口信，告诉杨明远不要管他们两家子的事。两家人都知道，无论杨明远加入哪一方就能得到土匪的支持。杨明善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弟弟是绝对不会插手这件事。听到这话，手下才放心的走了。另一边，见不到豆瓜的杨明远整天发着酒疯，他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沙里，幻想躺在棺材里上天堂的感觉。就为了上天堂，他才要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。躺在沙地里的他十分惬意。就在这时，李财主的儿子跑了过来，直言不讳地表示杨明远是个土匪，他的儿子也是个小野种。男孩的这些言论终于触碰到了他的底线，他内心彻底的绝望。他终于明白自己无论做多少好事都无法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印象，心中的邪念油然而生。在男孩面前，杨明远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凶残的一面。男孩死了，死法和腌猪蛋的手法一样。李财主瞬间感觉天塌了下来。看到尸体后，大家都一致认定这是胡屠夫的蓄意报复。回到家的李财主拿出了所有家产，打算跟胡维来个了断。胡维知道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为了消除祸端，他特意买了一些东西上门道歉。可李财主不但不见他，还扬言等丧事办完了自己会来报仇。胡维知道李财主是动了真格，但胡维的硬实力根本拼不过李财主，为此他只能去找杨明远相助。有土匪的加持，自己赢面会比较大。但遭到了杨明远的拒绝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的道理他还是懂的，不用自己动手，等两家人争个你死我活，到时候豆瓜自然是自己的。胡维回到家后，开始向豆瓜诉苦，希望豆瓜在杨明远面前替自己说情，帮帮自己。胡维说的声泪俱下，豆瓜也无动于衷。见此情景，胡维知道大难临头，临死前便强行和豆瓜做了最后一次夫妻。丧礼结束后，李财主立马召集一大批人马，准备拼个你死我活。胡维也不甘示弱，散尽家财后，让手底下的杀猪匠成为自己的敢死队，他要和李财主玉石俱焚。双方摩拳擦掌，磨刀霍霍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为此，杨明远遣散了手底的伙计，他现在就背着棺材，准备给那群人收尸。
不多时，豆瓜来找杨明远，恳求杨明远出手阻止这场灾难，以免伤及无辜村民。杨明远扬言，不死人，我做这么多棺材干什么？他要毁灭这里的一切，他要让这些瞧不起自己的村民都去见阎王。豆瓜听后直接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，嘴里大骂他是土匪，连爱人都骂他是土匪。杨明远再也控制不住本性，直接一把抱起豆瓜，将他硬塞进棺材里，然后自己也跳进去。两人在棺材里翻云覆雨，棺材里打得火热，两家人马也在村口一触即发。身为镇长的杨明善手持铜锣拦在中间，试图阻止这场拼杀，最终无济于事。劝架的他在战斗中被乱枪打死，媳妇也被勒死在一旁，所有人都杀红了眼。胡伟被标枪刺中死去，李财主也被炸死在井边，所有人都在这场械斗中死亡。战斗结束后，整个村子一片火海，大街上躺满了尸体。杨明远也带着豆瓜在棺材铺里拜堂成亲，入了洞房。最后一把火炸毁了棺材铺，双双自焚。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杨明远的儿子和豆瓜的女儿。望着眼前升起的光亮，两个小孩陷入了迷茫。在这个乱世中，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呢？